可以看到，此时的归一宗宗主被无数道黑色的锁链束缚住了四肢，无论归一宗宗主如何的挣扎，皆是难以逃脱来自上古镇魔塔的强大束缚之能。那六大宗主的心头一片震惊，这才短短不到3回合，突破至4重天位神的归一宗宗主，便是被上古圣主的出手给轻易的困住。这上古圣主的力量以及施展出上古镇魔塔，简直恐怖至极，难怪就连当年的那些魔物力量都能够将其封印至今。该死，上古圣主，你想怎么样？放我出去！在那上古镇魔塔中，归一宗宗主的面色铁青起来，面庞上浮现出极度愤怒之意，低吼道：“就连归一宗宗主他自己都没想到，原本被他掌控的局面，竟然会突然间逆风翻盘。对于这一切，都是这位无意间从封印阵法中出该死的上古圣主。”上古圣主面色极其的漠然，然后呢喃道：“将不属于你的东西全部拿出来吧，不然就是死。”话音一落，只见的那漆黑的上古镇魔塔之内，突然有着熊熊的星辰烈焰升腾而起，那种烈焰极为的奇特，仿佛是无数星光所化，璀璨而绚丽。当归一宗宗主在见到那些烈焰时，整个面色却是变得极度难看起来，他的心中升起了一股深深的不安，一道危机之感油然而生。上古镇魔塔中，星辰烈焰铺天盖地的燃烧起来，最后化为了一条巨大的烈焰巨龙，震天龙吟响彻，直接是对着那被一条条黑色锁链所束缚住的归一宗宗主呼啸而去。而此时那归一宗宗主的面庞也是忍不住的有着骇然与恐惧之色浮现出来。此时此刻，在他的心中有着深深的后悔之意，他实在没有想到，他这一时的贪念，试图吸取那些魔物的魔之力量，完成4重天位神的突破，最后却引来了如此弥天大祸。这简直就是自己挖坑自己跳的节奏，而且他也未曾料到，这早已陨落的上古圣主竟还会留着如此强大的一手，令他如今的局面变得如此危险。都是那个该死下等级世界的小子！归一宗宗主内心愤怒不甘地咆哮起来。如果不是之前萧炎突然间拿出那盒黑色塔形之物，就无法唤醒封印中的上古圣主残留的神魂，不然现在恐怕他早已击败了其他的6大神势力的宗主，获得战斗的胜利，日后还会与前3神势力平起平坐的资格。可现在这即将实现的梦全部被打破了，无论归一宗宗主如何的后悔和不甘的咆哮，也是无济于事。当那散发出无数星光的烈焰巨龙冲击而来时，并没有非常的炙热高温，就算如此，归一宗宗主的面色愈发的惊恐起来，因为他的体内早已经是天翻地覆，特别是其体内的天位海中神力更是疯狂的沸腾起来，隐隐间竟是要脱离归一宗宗主的掌控，直接破出至天位海。作为一名天位神，天位海乃是所有天位神之力的来源之处，如果一旦天位海中的神力脱离出去，那么归一宗宗主的神力就会消失，这无疑对他来说是一件极其严重的打击，比死还难受。你究竟要怎么样？莫要欺人太甚，如果闹到最后鱼死网破，你我都讨不了什么好处。归一宗宗主察觉到体内天位海的异常，面色顿时巨变起来，咬牙切齿的怒道：“你与我一个早已经陨落数百万载的神说要鱼死网破？”在那上古镇魔塔之外，上古圣主则是失声一笑：“我说过要将不属于你的东西取回来，而且我最厌恶的就是魔物的力量，而你竟以此来突破自身的修为。作为一名天位神，该当知晓，触碰了不该碰的东西，就要付出惨重的代价。”上古圣主的话音落下，双手结印，诡异的印法陡然变化，顿时那烈焰巨龙猛然暴涨，直接张开了巨嘴，一口就将上古归一宗宗主给吞噬而尽，然后其中的星光烈焰竟是又化为无数道火流，沿着那归一宗宗主的皮肤毛孔源源不断地钻进了其身体之中。凄厉的咆哮声自那归一宗宗主嘴中传出，而后他神体猛地一震，只见得一道磅礴神圣的神力光束自其嘴中喷射而出，那光束之中的神力浓郁到了一种几乎要化为实质的迹象，那便是归一宗宗主天位海中的神力本源。上古圣主的手段竟然如此恐怖如斯，直接是将4重天位神的归一宗宗主体内的神力本源硬生生的从天位海中抽离了出来。如此一来的话，失去了神力本源的归一宗宗主必然会打回原形，日后怕是无法再为非作歹了。这上古圣主真是好深的心机啊，竟然留了这般强大恐怖的手段。古刹宗宗主以及其他5位宗主见到这一幕，眼神皆是忍不住的一凝，而其面色也有点不太好看，震撼道：“萧炎、吞吞等人心头更是一惊，感受到上古圣主的手段力量，竟然能够如此轻松的将归一宗宗主体内的神力本源都给抽离了出来，将其打回原形，不愧是超神势力上古圣地之主。不过好在上古圣主只是冲着归一宗宗主而去的，不然的话，恐怕连其他神势力宗主都会因此受到重创，甚至陨落。这上古圣主能够以自身的强大实力，加上上古镇魔塔和朱龙剑2道前10的神器，虽然说最后上古圣地还是被那些恐怖的魔物给剿灭，但是上古圣主也同样将那些魔物的力量封印于此，就算在天位神之中，都算是中阶天位神，而在中阶天位神中，恐怕也算得上是一名出类拔萃的神之。这次的归一宗宗主还真是倒霉透顶了。而在萧炎等人说话间，
那上古镇魔塔之内，伴随着天位海中的神力本源冲出归一宗宗主的体内时，他身上的天位神力竟然以一个极快的速度疯狂的减弱，短短数息之间，其修为竟然便是掉落在了一重天位神的层次。如果再将这天位海给破坏的话，那么归一宗宗主怕是连天位神都算不上，其境界应该会直接跌落至序列神。如此一来，对于这一次上古圣地争夺神器宝物和传承中，归一宗宗主确实获得了机缘，只不过这机缘却是不属于他的，如今却是彻底的付诸流水。归一宗宗主的眼神露出无比的绝望之色，甚至有了片刻的呆滞，但心中有着不甘之意。他那绝望的眼眸中竟是有着猩红之色涌了出来。他为了突破到4重天位神，不惜一切的代价，甚至不知道筹划了多久，方才能够得到实力上的突破，力压其余6大神势力的宗主。然而眼下这么多年的努力，却直接被上古圣主给彻底的打破了。这般打击，即便是以归一宗宗主的定力，都是无法能够承受。这不仅是打回原形，更是直接废了归一宗宗主的神力修为。这对于如此有野心的归掌星来说，简直就是生不如死。上古圣主，既然你对我感激杀绝，那么我就将这里的所有封印法阵击破，释放出曾经让你以牺牲为代价的那个魔物出来。闻言，上古圣主的眼神变得极度的凝重。对于刚刚归一宗宗主所说的那个魔物，就算是全盛时期的上古圣主都对其有着极其忌惮之心。而随着归一宗宗主此时仰天咆哮，那咆哮声中愤怒不甘之意直冲云霄，而后他体内猛地传出极端狂暴的神力波动，周身的星光烈焰直接是被驱散开来，而那将其束缚住的黑色锁链也是出现了崩碎。这家伙疯了，竟然想要引爆天位海！现身古一国、黎楚等几位宗主见状，面色顿时巨变起来。这归一宗宗主竟是疯狂到如此的程度，引爆天位海，完全就是不顾死活了。在那远处，归一宗的那几位众神展见到这一幕，也是面色惨白起来，眼神中带着绝望之色。既然连宗主都到了这一步，恐怕他们归一宗在日后再无能力屹立在前10神势力之中，甚至还会被其他神势力打压，最终归一宗彻底的在第1等级世界中除名。此时的归一宗宗主却是无暇顾及归一宗日后的结果，他的眼神疯狂地望着上古圣主。只见的神体表面突然出现了一道道裂纹，那裂纹中似乎是有着光芒绽放而出，下一刻光芒强盛而发，归一宗宗主的神体便是在极度疯狂下彻底的爆炸开来，一股无法形容的神力冲击波疯狂的肆虐开来，直接将那星光烈焰震碎开来。就连上古镇魔塔都是出现了剧烈的抖动，而那黑色巨塔的表面仿佛有着涟漪出现，似乎有一股可怕的神力冲击波要洞穿上古镇魔塔身。即便此时的归一宗宗主被抽离了神力本源，可一旦疯狂的引爆天位海，那等破坏力可想而知，堪称能够毁天灭地之威能。如果不是有着新上古镇魔塔抵御着部分的力量，恐怕此地早已经变成废墟，就连在场的所有神指除那几位神势力的宗主之外，恐怕都会陨落于此。上古圣主望着那将要被洞穿的上古镇魔塔身，眉头也是微微一皱。显然归一宗宗主的疯狂与果断竟是都有些出乎了他的意料。到时候上古镇魔塔身一旦被冲破，这归一宗宗主隐藏在其中的神魂也是能够趁机遁走。日后就算神力没能达到全盛时期，但其体内的魔物力量自然也会成为其不小的祸患。此神指竟是如此的精心策划，看似与其拼命，实则想要逃跑。不过在上古圣主的眼里，归一宗宗主的逃跑策划怕是也要落空了。这归一宗宗主的魄力实在强大，身为所有神势力中排名第4的归一宗宗主，果然是一个心狠手辣、出手果断的狠角色。上古圣主也是在微微一惊间，双手结印，下一瞬间，上古镇魔塔散发出无数道星光，整座塔身尽是一颤，旋即其中恐怖的力量疯狂的凝聚一处，便是朝着其中天位海爆炸开来的力量中心处镇压而去。可怕的镇压之力如洪流一般呼啸而出，直接与那股可怕的冲击波碰撞在了一起。随着上古镇魔塔的镇压之力席卷而出时，在上古圣主惊人的神力协助下，双方的力量相互压制，轰鸣声不断的响起。约莫过了片刻之后，上古镇魔塔的抖动也是缓缓的平息下来，想必那归一宗宗主所引爆的天位海恐怖的力量便是彻底的抵御下来。之间上古镇魔塔之中一道灵光浮现，最后膨胀而开，竟是化为一道透明的影子，赫然是归一宗宗主。只不过此时的他没有了神体，此时这透明的影子就是隐藏在天位海中的一道神魂，而他此时的面庞上终究是有着恐惧之色浮现而出。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即便是他引爆了天位海，都未曾逃出这上古镇魔塔。这前10名的神器果然恐怖如斯，不仅拥有着强大的镇压之力，还拥有着强悍如斯的防御之力。上古圣主，我与你无仇无怨，今日为了能够逃出你这上古镇魔塔，更是自爆神体，你还要如何？归一宗宗主喝道，声音之中显然已经是有了服软认输之意，并没有此前的那等高傲。上古圣主居高临下的漠然望着归一宗宗主，淡淡的说道：你沾染了那些魔物的力量，此等之神日后必定会神追魔道，必须灭之，就算只剩一道神魄也需灭之。话音落下，
上古圣主便不犹豫，印法再度移动，便是催动起这上古镇魔塔。顿时在其中有着一丝丝的无数星光降临而下，最后竟是化为了一道星光之塔。在那无数绚丽的星光之中，仿佛是弥漫着上老的符文，拥有着一种能够毁灭万物的可怕之力。那星光之塔直接是对着归义宗宗主的神魂笼罩而下，在那归义宗宗主不甘和绝望的目光下，彻底的被星光之塔吸收其中。在星光之塔中，那归义宗宗主疯狂的挣扎着，然后在上古圣主的手掌猛然一握变拳之后，那星光之塔迅速缩小，最后轰然爆炸一声，化为无数星光的碎片飘落而下，最终消失在上古镇魔塔之中。在场的所有神之以及那6位宗主和萧炎、小龙等人皆是目瞪口呆的望着那无数星光碎片的消散之处，竟是忍不住的一阵头皮发麻。谁能想到这归义宗宗主在上古圣地崛起，突破至4重天位神，最后还是在上古圣地中被上古圣主强力的给抹杀而去，这可算是有始有终了。虽说这次上古圣主击杀了归义宗宗主，大多数都是借助那上古镇魔塔的力量，但这也是显露出了4重天位神是何等的强大存在。如果上古圣主仅凭残留神魂在上古圣地之外的话，还真的不一定能够这么轻易的抹杀4重天位神的归义宗宗主。不过令得他们此刻大松了一口气，如今这拥有可怕野心的归义宗宗主被除，他们6大神势力的危机也是大迎刃而解。除前3的神势力之外，他们6大神势力又有着相互制衡的点，不然这次没有除掉归义宗宗主的话，被除的应该就是这6大神势力的宗主以及所在的势力宗派了。此刻在上古圣地的上空处，各方神势力的人马都是目瞪口呆的抬头，其眼中皆是布满着难以掩饰的骇然之色。即便是强如6名3重天位神，神情都是难以平静下来。当然，任谁看见一名4重天位神在他们的眼前陨落，都难以保持平静的心态，那可是能够足以轻易力压他们这些有地位有实力的神之强者。灭杀了归义宗宗主之后，虚空上的那座巨大无比的上古镇魔塔静静地矗立着，一道道无形的压迫感自那黑色巨塔中不断地散发出来。萧炎、小龙在远处同样以震撼之色望着那归义宗宗主陨落的一幕，暗暗咂舌。这上古圣地之主真不愧是这传说中的5重天位神，就算如今已经陨落，凭借残留的神魂加上上古镇魔塔的力量，留守这等强大的手段以及狠辣而无情，根本不给归义宗宗主有丝毫活命的机会。要怪就怪归义宗宗主碰了不该碰的东西，不然上古圣主也不会这般狠辣。上古镇魔塔的力量竟是如此的恐怖如斯，真不愧是72大神器排名第10。萧炎也是一脸感叹道，这一次如果不是这上古圣主拥有着上古镇魔塔这等强大神器的话，就算是能够击败上古圣主，但也绝对不可能将他彻底的击杀。毕竟想要彻底的击杀一名4重天位神，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哈哈，归义宗宗主陨落，对于我们6大神势力而言，简直就是最好的消息了。古刹宗宗主此时也是大笑一声，看得出来，伴随着归义宗宗主这个大敌的陨落后，古一国也是轻松了不少。如果今日没有除掉，那么日后他们6大神势力必定会遭到归义宗宗主的大举入侵，进行一系列的全新洗牌。而对于古刹宗而言，归义宗日后彻底的将其一除，那么他的排名都会上升一个排名，将会除了前3神势力之外，古刹宗将会成为神势力排名第4名。而就在各方神势力的人马在嘀咕着归义宗宗主陨落而高兴时，突然间那黑色巨塔周围的空间有着微微波动，然后扭曲了一下，便是出现了一道人形影子。众神之的视线望去，心头顿时一战，因为那出现的人形影子便是此前抹杀了归义宗宗主的上古圣主，只不过此时的后者身躯透明许多，仿佛即将要消散了一般。但即便是这等虚弱的状态下，在场的所有神之，包括那6名3重天位神，都感受到一股来自上古圣主的强大气息。上古圣地的传承和神器之宝，你们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机缘所得，只要不碰不该碰的东西就行。上古圣主居高临下的望着众人，那姿态仿佛就是一名真正神指强者的风范。众神只闻言当即点了点头，对于那魔物的力量，他们打死都不会去触碰，毕竟刚刚陨落的归义宗宗主就是一个例子。本座早已陨落，所留之物能够让有机缘者物尽其用，也是理所应该之事。上古圣主淡淡一笑，旋即他指向悬浮在上空的上古镇魔塔，道：你们是否都想得到这道神器？听得此言，在场的所有神指接连呼吸都加重了一丝。由此可见，这上古镇魔塔对他们的吸引力是多么的大。毕竟对于他们而言，如果得到了这道神器，就算是面对着比自己强大的天位神，先不说能够将其击败，在危急关头也是能够全身而退。刚刚我所说，上古圣地之中的所有神奇宝物和传承，皆是由机缘者得，所以上古圣主目光扫荡在他们的身上，说道。听到上古圣主这句话，那6位神势力的宗主眼睛皆是一亮，瞧得他们这般反应，那上古圣主的目光突然直接转移向了那站在不远处的萧炎，然后缓缓的道：小北，刚刚那塔印是你找到的吧？萧炎闻言先是一愣，旋即明白过来，这上古圣主所说的塔印，应该便是之前所获得的黑色塔形之物。于是萧炎便是点点头，哈哈，此物被我隐藏得如此巧妙，
都能被你这小辈找出来，看来你我倒是有缘啊。上古圣主淡淡一笑，然后接着说道：如果要不是你找到塔印，将我在封印中的残留神魂激活，恐怕今日被我封印的魔物力量就要被那位神祇给带出去了。萧炎也是微微一笑，或许自己还真的与这道上古镇魔塔有些缘分。既然你与本圣主有缘，那么这上古镇魔塔便是寄予给你吧。上古圣主的这话一出，在场的所有神知，特别是那6位宗主斗帝，心头猛地一跳，心中也是涌上了一抹不妙的感觉。而在他们那吃惊的目光下，只见上古圣主的手掌一抬，虚空上那座庞大无比的上古镇魔塔迅速的缩小，最后便是化为巴掌大小的黑色小塔，落在了上古圣主的手掌之上。那么今日这上古镇魔塔，就让他随有缘人去吧。话音落下，上古圣主屈指一弹，只见得那上古镇魔塔化为一道星光，飞向萧炎的所在位置，然后这道星光直接冲进了萧炎的眉心之中，星光自萧炎眉心间渐渐的消散，而他本人则是目瞪口呆，而其他神祇以及那6位神势力的宗主也是眼中泛着羡慕又嫉妒之色。这一幕直接是出乎了在场所有人马的意料，谁都没有料想到上古圣主竟然会将如此强大的神器给予一位实力仅仅连天位神都没有达到的萧炎。以后者目前序列神的实力，恐怕也无法彻底的发挥出这道上古镇魔塔的全部力量。对于那6大神势力的宗主而言，这简直就是残暴天物啊！不过这既然是上古圣主给予的，他们也不好出手抢夺，不然等下上古圣主一怒，直接将他们也给抹杀了，那就亏大了。在这上古镇魔塔，今后就交由你了。上古圣主对着萧炎一笑道，各方神势力的强者泛起一道道眼红的目光，皆是投射向了萧炎。不过对于他们对自己投射而来的目光，萧炎却是犹如未闻，而后摊开手掌，那黑色小塔便是出现在了其手掌心之上，心想着此神器虽好，但以他目前第3序列神的实力，的确无法将其力量全部发挥出来。看来想要将上古镇魔塔的力量发挥出来，必须要日后突破至天位神才行。而对于萧炎而言，想要从序列神突破至天位神的领域，就必须炼化吸收第2道神火，所以接下来他也会前往万寿神界，探一探从祖龙口中说出来那一道天降火焰究竟是否是所谓的神火。不过对于上古镇魔塔这等强大的神器，如果让人见到了，必定会有神祇强者前来抢夺，必然也会为萧炎带来不小的麻烦，所以他准备将上古镇魔塔存放在焚绝空间之中，与外界彻底断开联系。就算有一些强大的神祇强者，也无法感应出萧炎身上有这道神器。日后等萧炎突破成为天位神的那一刻，上古镇魔塔将会是萧炎强大底牌之一的手段。既然问题已经全部解决，那么……而就在上古圣主说话间，一道巨大的嗡鸣之声自朱龙剑之中响了起来，当即上古圣主的面色尽是巨变。下一刻，一道约莫数万丈庞大的暗黑之光从朱龙剑之中猛地冲上天际，可怕的力量顿时肆虐开来，一股无法形容的压迫之感从中不断的散发。天地间仿佛是有着诡异的梵音从虚空中传出，那恐怖至极的力量令得整个上古圣地都是在微微的颤抖。在场的所有神祇强者都感应到自那暗黑之光中所散发的强大压迫感，他们的面色也是彻彻底底的巨变起来，一抹震动之色忍不住的涌上心头。因为这股压迫感比起此前4重天位神的归义宗宗主的神力压迫更强大，已然超越了4重天位神，那是5重天位神。众神祇强者猛地将目光直接是看向了远处的一道虚空上，萧炎、小龙等人也是在此时顺着投射而去。而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只见得远处的天空上暗黑之光闪烁间，可以看清楚其中竟是有着一道魔影矗立。那道魔影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但却是在下一刻，其身上的恐怖黑气便是铺天盖地地弥漫开来，笼罩天地间。而在这些黑气之中，有着一道令人极度不舒服的气息，并且还能够侵蚀他们的神之力量，能够让神之力量变得异常。唯有那当初剿灭了上古圣地的魔之力量，此时就连那6名3重天位神以及其他众神斩，都是在这强大恐怖的魔之力量下显得颇为的渺小。就算是归义宗宗主此时在这里，他也是被这股魔之力量所震慑，因为这股魔之力量比起此前他所吸收的力量更强更可怕，完完全全不是一个层次。几位神势力的宗主，其震惊的目光紧紧地望着那道魔影，然后在其脸颊上有着难以置信浮现出来，有些失声的喃喃传出：那是何方邪魔？随着暗黑之光的逐渐消散，露出了那道魔影的真实面貌。那是一名身穿黝黑衣袍的男子，身躯伟岸，仅仅只是站立于那处虚空，就有着一种凌驾于天地之上的恐怖魔威。这道黝黑衣袍男子的出现，这片天地空间都是变得格外的扭曲起来。在场所有的神祇强者，此时体内的神力都是忍不住的震动而起。至于那些天位神之下的序列神，更是体内神力暴动。萧炎、吞吞以及白炭他们3人皆是一口鲜血直接喷了出来，当即露出不敢置信的骇然之色。隔着这么远的距离，竟然以那股强大的魔威，自身像是受到了什么诡异的力量入侵一般，因此受到了伤害。这样的力量究竟是何等的恐怖至极？而且这股魔威很明显就是一名5重天位神的神之强者
方才能够拥有的强大力量。此时不要说6大神势力的宗主面色惊骇，就连上古圣主的残留神魂都是面庞抽搐了几下，眼神都是低沉而下。能够在上古圣地之中出现一名堪比上古圣主的神之强者，恐怕答案就只有一个了。既然上古圣主已经出现，那么这道散发出无尽魔威的魔影，想必就是当初被上古圣主封印在此的强大魔物了。整个上古圣城之中，在此时处于了一种死一般的寂静里，所有在场之人都是怔怔地望着那道虚空上伟岸无边的魔影，显然是被那种散发出来的气魔威给震撼住了。而这种震撼也持续了片刻之后，方才有人渐渐地清醒过来。那难道就是魔物啊？一些颤颤巍巍的声音忍不住地响了起来，带着浓浓的恐惧之意，身躯都不由自由地微微发颤。一名拥有5重天位神实力的魔物，这里的所有神只怕都不是其对手，就连抵抗的机会都没有。如此强大的恐怖存在，如今破风而出，怕是又会掀起可怕的波澜。原本此次前往上古圣地为的乃是其中的神器宝物和强大的传承，更重要的是能够获得上古圣主的传承，或者说是他们更看重中的乃是上古圣主手中的2道神器上古镇魔塔和朱融剑，以及上古圣主那一道大神祭骨通化灵阵。